Hello，大家好，我是 PY。我现在刚从 SOL 灵性生活节回到家中，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有蛮多心得的，想说快速拍一支影片记录下来。这次活动我是以参加者的身份去参加的，并没有摆摊。原本也有想说要不要带着摄影机去到处拍一些素材回来剪成影片，但后来决定作为一个参加者，我想要全然的让自己沉浸在这一场活动之中，让我的灵性体验能够最大化。所以后来全程我都是没有拍摄的来参加完毕这一次活动。以结论上来说，这一次的活动真的让我收获非常的多。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我在这次活动遇到了很多，不管是频道上的观众，或者是我之前问世的个案，又或者是神仙补习班的观众，有看我那一集的访谈的人，很多人都会直接跟我打招呼，然后我就会一脸疑惑的看着大家，可是大家就会说哦，我是在哪里看到你的，然后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嘛。当然，我也深切的体认到那种被看见的感觉，被留意的感觉，大家都是很友善的。然后我也觉得说，这些曝光的东西，好像真的让我在别人心中留下了一点什么。因为平常生活上的我是一个比较不常社交，然后都是活在网络上的一个算是内向的 I 人吧。所以当我在看着影片的，例如说数字啊，或者是留言啊之类的互动的时候，呃，就不会有那么深切的感受到这后面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但这一次真的遇到了好多朋友，然后因为跟你们之间的互动，然后让我觉得说，对啊，我的确是透过了拍影片，透过了说话这件事，让我跟很多人产生了连结。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当然也包括有我认识的占卜师或者是催眠师，然后也有人说是因为我的影片，所以有人去找他预约，然后我也很开心能够在他们的服务的流或者是能量的流之中尽到一份心力。接下来讲一下这次活动中我本身的灵性体验吧。那 SOL 是礼拜六、礼拜日2天的活动嘛，在活动的前一天，礼拜五的晚上，其实我自己办了一个小型的传讯会。那在我自己的传讯会里面呢，我们参与者连到了天使的能量，然后天使在传递完祝福的话跟建议的话之后，他也跟在场的人说，接下来的大约1个月左右，我们都会带着天使的祝福而生活。通常我听到这种话就是哦，好，收下，谢谢天使，然后也不会去期待说后来会有什么样的事件发生。然后结果就在隔天，我去参加 SOL 的时候，就看到说，我今天定的第一个活动是一个天使圣团的预约这样子。那时候也没想太多，然后我就去做了天使圣团的冥想，然后接引了15位天使。在过程中有抽卡，抽卡的状况非常符合我当下的状态。有趣的事情是在仪式的过程中，带领的老师他敲了一个它是杯子形状的水晶钵嘛，然后因为我第一次看到那个钵，所以我就姑且称它为圣杯好了。对，我心里是这样子称呼它的。对，然后到了下一场仪式的时候，下一场是一个长达90分钟的，算是我会叫它声音艺术，因为它是声音结合了视觉，还有冥想引导的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结合。那总之呢，在那场引导里面，然后我就进入了自己的世界，进入自己的流中，然后我看到了一些比较跟天使相关的意象，然后是关于我的蜕变以及找回内在力量的东西。那个时候看到的那个意象啊，就好像是把我的灵性旅程整个做了一个总结之后，然后并且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状态嘛，这种感觉。然后所以在那一次的引导，我就觉得体验到了非常多。然后因为它有90分钟嘛，所以其实中间是可以自由的睁开眼睛，然后想事情的。然后在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冥想引导师已经没有在说话了，那个当下是我们在自由冥想的时间。然后我就看引导师呢，他也拿了一个圣杯形状的水晶钵，然后再敲给大家听这样子。然后我看到那个杯子的瞬间，我就觉得哇，好共识哦！我人生唯二看到这个水晶钵，就是在这2场仪式里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明确的天使的讯息，这样子。然后我也看到天使意象嘛。然后因为我蛮感动的，所以活动结束以后，我就跟冥想引导师分享了一下我的那个看见的东西，我所感受到的意象跟故事这样子。后来他听完以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很感动嘛，因为
他在活动的过程中的确有招请大天使，就是那个是他自己设定的，他没有写在活动引导词里面，他也没有跟参与的人说这个是一场跟天使相关的活动。可是因为他自己的灵性工作是跟天使合作的，所以的确他都会请天使来帮忙。那这个意向就有点被我抓到了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这2场活动这样连接起来，它就是很明确的天使给我的祝福。然后我也从里面的意向很明确的看见了我的内在力量是怎样，然后可以被怎么使用这样子的讯息。好，参加这个活动呢，当然不只是快乐的体验，然后其实我也体验到了一些自我议题的算是爆破吗？这种感觉。其实我所体验到的东西是在这次活动中，我就是很幸运的可以跟我的偶像吗聊到天这样子。那而且我偶像也是 YouTuber， 然后他们在拍影片，然后还有他们在灵性旅程上，就是启发了我非常多这样子，所以我也算是迫不及待的跟他们分享。然后呢，他们其实跟我说，他们有看我的频道，有看我的影片这样子。然后当然我当下第一个反应是有一点受宠若惊的，可是跟他们聊完天以后，我回到房间，我忽然觉得有点这样，就是心情上整个荡下来这样子，有点emo 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们走灵性旅程嘛，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当然就要开始噔噔噔噔自我觉察了。所以我就开始觉察说，那为什么我现在有这样子的感受存在？为什么我被天使充能啦，很开心很开心。然后在我跟我的偶像呢聊到天之后，我回来反而是整个荡下来。然后我就去觉察我的心态，就说那我这几天跟人聊天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遇到我的频道观众，或者是有追我的 IG 的人，他们跟我说有看见我的时候，我是开心的。那为什么我的偶像说有看见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是 down 的呢？然后我就发现了，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以往的影片，就是很直白的说，就是其实我以往的影片做的品质，其实还没有到一线的标准，然后其实没有到我心中的那一个够好的标准，没有到一线 YouTuber 这种感觉。这样说好，不管是脚本的设计，或者是拍摄的一些手法，还有我个人的口语表达，我觉得都没有到我心中好的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做了一个决定，是说我就做我现在能做的。所以虽然没有到那个标准，我还是必须让他出去，因为做中学可能是我需要经过的旅程。但当这样的东西被我心中认为是权威的人看到了之后，人家完全没有批评哦，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评论我的影片，他只说我们有看到，我们有看到你这样子。可是我居然就开始自我批判了，我居然开始觉得说，那好羞愧，就是不够好的东西被人看到了，好羞愧的这种感觉。然后当我在跟其他人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权威的人看到我的影片的时候，然后我的直觉就是那应该有带给人家好的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多少就是那种比较心态有出来，就觉得我在权威的面前我是低一等的，所以被他看见的时候我觉得羞愧。可是我在完全没有做影片这件事的人面前，好像我高一等一样，对，然后就觉得被别人看见好像很开心，然后觉得哇，那我的议题好像很重就是对于这种不管是分别心啊，还是自我肯定吗？这样子的议题，然后跟权威议题绑在一起的这些东西，然后老实说，在此刻活动刚结束的这个时间点，我还没有办法去更加深入的找到一个解方。那也许就像是所有议题一样，光是看见了，它就可以开始舒展。那至少对现在当下的我来说，因为我看见了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的那个不安跟羞愧的情绪其实已经消失了。
对，那至于要怎么处理我心中的这一个权威议题吗？那就会是我接下来灵性旅程的其中一个关注的故事吧，其中一件关注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这次活动的礼物之一，就是虽然我被引发了负面情绪，但因为这个负面情绪，我更加的看见自己的状态，还有我对外界的投射，以及我对自己的投射。我觉得这样的看见是非常棒的，很开心能够获得这样子的礼物。然后这2天也是我的社交能量大爆发的2天，然后借由这一次的活动，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然后不管是因为朋友的朋友而连结的，然后或是怎样的，因为这样子被连结起来的缘分，还有过程中感受到的流动，我都觉得非常感恩我们这一次的相聚跟相会。撇除了冥想、仪式还有灵性活动本身以外，在跟人与人的连结之中，我也感受到了非常多的能量跟祝福。所以人果然是社交性的动物，因为我太习惯用内向的方式来应对这个社会了，所以经常会忘记在社交生活中我们所能体验到的能量的流动是能够这么大程度的为我带来力量的。所以我也感恩这一次的活动让我看见这件事以及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好，以上就是这一次灵性生活节的心得分享。不管你是有参加这场活动没参加这场活动，或者是有遇见没遇见的人，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心得感想哦。好，就先这样了，拜拜。